大家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无心真人的频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道德经》呢晦涩难懂？究其根本原因，有3个方面。如果你解开了这3方面的困惑，你再读《道德经》呢，你会发现你会打开一层新的境界，发现一片新的大陆。今天呢，我们就来解开这3方面的困惑。造成《道德经》晦涩难懂的第一个困惑就是，你都不知道你之前读的《道德经》的版本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道德经》成书于2500年前，流传至今多达几十种版本。例如有和尚公版、王弼版、马王堆破书版、郭店楚版。就以现在最流行的王弼版，我们称之为通行版《道德经》，其中的篡改非常之多。因为王弼版《道德经》成书于汉代，而当时呢，为了避讳汉朝的皇帝的名讳，将很多的字呢都篡改。例如汉朝的皇帝刘邦、刘恒，所以说在这本《道德经》中，将书中的所有的邦改成了国，将书中所有的恒改成了长。例如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道德经》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在汉朝以前的版本是“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就将其中的恒改为了长。而在这么多《道德经》的版本中，现在出土的最早的版本是郭店楚版，又称为郭店简版。这个版本呢，出土于楚墓之中，这也是写在竹简之上的。人们呢，曾经一度认为呢，这是《道德经》的原版。后来基于专家的考证，它距《道德经》的原版还有100多年。但是虽然郭店楚版是最早出土的，但是它的损坏严重，已经不能成书了而相对于出土最早又保存完整的，那就是马王堆出土的破书版。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你如果要读《道德经》呢最好来采用马王堆破书版。我之后讲解的《道德经》也将采用破书版，当然我也会参考其他的各种版本。如果你发现我讲解的《道德经》和你读的《道德经》呢有不同那么造成这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道德经》呢是用古文书写的，流传至今，这个古文的语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你看古代人的注释你会发现呢，从古到今有非常之多的人注释过《道德经》例如呢比较著名的有和尚公王弼、韩非子、庄子、苏轼等先贤。如今呢，也有无数的网上大咖呢讲解《道德经》，但是呢，这种注释版呢相互之间出入甚大即使你将各种的注释全部通读一遍，你也会感觉呢莫衷一是一头雾水。《道德经》之所以晦涩难懂的第2个原因，这也是我与前人和现在呢所有网上大咖讲解《道德经》的不同的地方。我认为《道德经》的章节被打乱了，因为这个原因，以至于呢《道德经》的上下文呢文意呢不能贯通，这也造成后人呢读《道德经》呢产生了困难和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就以《道德经》的开篇第1句为例吧。在所有通行版的《道德经》中呢，开篇第1句都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我认为，《道德经》开篇的第1章第1句应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交合辽合，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母谓之其名，字之曰道。
那么我为什么认为这一段话应当是开篇的第一句呢？因为这一段话阐述了《道德经》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老子说了，道了在宇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道是天地之母，也就是说它是整个宇宙之母。关于宇宙的起源，也是现在科学的一个终极的问题，而老子呢在《道德经》中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将在后面的讲解详细的阐述。由此可见我们会发现《道德经》的章节确实有可能被打乱。而我猜想造成这个打乱的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2500年前《道德经》是写在竹简上的，而当时的竹简是用绳索编在一起。一来呢，因为大家翻看不断的翻动；二来呢，即使你存储在那里了不翻动它了，但是因为年代的久远也会造成绳索腐烂断裂，那么散落的《道德经》无法复原那么整个章节就被打乱了那么后人在整理的时候只好把穿在一起的《道德经》就作为一章。所以说这造成了《道德经》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道德经》只有5000余字，但是却分了81章，也就是说几十个字就为一个章节。那与现代人的这个写作习惯截然不同同时它与当时人的写作习惯也是不同而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就可能是我上面所说的缘故。因为《道德经》的章节被打乱这也造成了《道德经》难以读懂的一个原因。你会发现按照现在通行版《道德经》的章节的顺序去读《道德经》你会发现其语义并不通畅上下文也不能连贯。这也造成了《道德经》历经无数人注释也难明其意的一个原因。因此我对《道德经》的章节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排序甚至包括《道德经》中的每一句话我都按照其文意进行了重新的排序大家可以看看进行整理排序的这个思维的导图这只是一个缩略图因为无法将它全部展开，如果全部展开了整个屏幕也放不下。我重新将《道德经》整理排序我就按照现代人的行文习惯将《道德经》分为了4卷这4卷分别是第1卷是道，第2卷是德，第3卷是哲学思辨第4卷治邦取天下。《道德经》之所以晦涩难懂的第3个原因，是因为古人无法用现代的科学去解释《道德经》，从而在古代《道德经》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玄学和神学。而中国的本土的宗教道教又将老子尊为教主，这样又给《道德经》披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这也让人们领悟它更加困难。即使现代科学也难以完全解释《道德经》所说的内容因为现代科学对宇宙和世界的认知还达不到《道德经》所说的高度，所以我们现代人和古人面临着同样的一个困难我们都对于《道德经》超越我们现在人类认知的这一部分难以理解。我将在之后道德经》的讲解中将重点阐述这一部分。道德经中超越人类认知的这一部分内容也让人们产生了一个疑问，那么道德经到底是科学还是神学？我认为道德经既是科学又是神学但是这个问题我这样说大家也难以理解，因为关于科学和神学的争论一直贯穿着人类历史的始终，至今谁都难以说服对方。不管我持有哪种观点
总有一方呢会强烈的反对。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谈一下我对科学和神学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有神论者。我认为呢佛祖老子这些先贤呢是神。同时呢，我也认为呢，科学的尽头呢是神学。但是呢，我跟是神学观的同学呢另外一点不同呢，那就是呢我认为呢，一切违背科学的神学都是伪神学。这个问题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争论。这里呢我引用一段呢哲学家罗素说了，哲学是处于科学和神学之间。哲学呢是一片呢受到科学和神学呢相互攻击的一片无人之域。看起来哲学呢还比较惨但是呢哲学呢有可能可以作为呢科学和神学之间的这个纽带。是科学观的同学可以多读哲学这样呢让你容易理解真正的神学。那么持神学观的同学呢也应当呢多读哲学，这样呢可以让你呢更容易理解科学。其实呢科学、哲学和神学他们爬的都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各自的高度不同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大家呢看到的风景不一样。就像爬山我们一座很大的山，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地点出发，那么呢你会发现呢，在山脚下的时候那么每一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但是呢，随着你不断向上攀登到达了半山腰你会发现呢你跟有些人呢汇合在一起那你们看到的风景呢原来是一样的你们就明白了爬的是同一座山那但是呢在半山腰的情况呢也会存在和山脚下一样的情况那么处在不同的位置的人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些人呢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其实等你呢爬到了山顶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看到的风景都是一样，爬的是同一座山。所以说鉴于这种情况我准备呢讲解道德经准备了从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入门，即使不能做到大家都认同至少可以做到了求同存异。然后呢我还要谈到了道德经呢跟宗教的关系。我认为呢道德经呢并不是宗教，只是中国的道教呢将老子尊为教主其实呢老子呢并没有传人和弟子道教的也不是老子创立。所以说基于以上3点的认知，我讲解的道德经呢就与所有的古人以及现在的网上大咖呢都不同。我呢不仅将道德经的每一句话重新整理排序过，而且呢我将结合了科学和哲学来注释道德经这2方面的工作呢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故此呢我将我重新编辑的注释的道德经呢我称之为呢无心版道德经。你会发现呢无心版道德经呢是一本全新的道德经，而且呢它将打开你的另一层境界。那么呢大家呢也可以验证一下我所说是否属实如果你对我讲解的道德经呢感兴趣的话呢，就请你关注订阅一下。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